亲爱的灵魂家人，通过塔罗牌占卜，我们是可以连接得到宇宙，让它传递给我们一些讯息、一些启示，看我们的过去，看我们的现在，看我们的未来。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塔罗牌占卜呢，连接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守护天使，让他们通过牌卡这样的一个形式跟我们进行连接，给我们一定的讯息，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塔罗牌来看一下你在今生会拥有哪一种幸福的人生，在哪一些方面你有特别强的运势能量呢？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增加我们的自信，如何去创造更幸福的状态。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需要从中选取一组牌卡进行聆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首先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然后再进行牌组的选择。请大家深呼吸，跟着我做。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你的眼睛。吸气，吐气，排除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我们的呼吸上。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今生我会拥有哪一种幸福的人生？感谢你的安排。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每组牌组的对应时间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牌卡解读。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在信息栏里面也有我的联系方式，可以看你的前世今生，可以看你当下所焦虑的问题，你想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你未来的脱单、未来的婚姻等等所有的问题，无关事业、爱情、财富，都是可以做占卜的。另外呢，也再次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信任，一直以来的支持，对每个视频的点赞留言都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那好，今天的牌卡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传递宇宙讯息咯。亲爱的，今生你会拥有哪一种幸福的人生呢？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一些启示讯息，看一下它想传递怎样的一种幸福能量给你，你收获到怎样的一些幸福祝福呢？让我们来显化我们的美好。我将一部分一部分的为你进行牌卡解读占卜。好，首先我感受到你今生呢是一个不会感情用事，你会去很理智，可以自控的去掌握你自己的人生节奏，你不会被自我情绪所束缚，你也不会过于的情绪化，内心呢是有一些第六感，是有自己的直觉能力的，但是呢不会凭着感情感觉去做分析判断，你是会运用自己的智慧，运用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跟清晰的目标沟通能力去做当下客观的分析的。你的个性呢是更加的理智，以及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技巧，你可能也会有比较批判性的思维，还有一个比较强的果断能力。你是会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头脑呢是非常聪明敏捷，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而且在面对困难逆境的时候，你是有足够的韧性跟决心的。
有的人呢，可能在生活里面呢，他更加的凭着自己的直觉能力去做判断，而你呢，是有更强的一些分析能力，你的观察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你有内在的力量跟自信，也愿意去说出真相的一些意愿呢，会真实的表达你自己，那不会隐藏自己的心思，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个性上面呢是比较有力量的，会想要去建立很诚实的一些人际关系，并且呢愿意真实的展现自我，有力量去解决所有的一些问题。那么今生在这方面呢，你的个性特点是比较强的，运用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去做清晰的分析判断。宇宙呢给予你足够强的力量跟韧性，你是可以在人生里面不断的去自我突破、自我成长，去克服周围所有的一些挑战跟阻碍的。你也是可以去帮助他人度过难关的。你会成为一个解决问题很强有力能力的人，你也是有一定的忍受力跟克服能力哦，有点像是比较强的驯兽师或者是征服师，就像是你是在训练一头狮子，而这个狮子呢，可能代表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服从你的人。那么你自己呢，是有足够的力量跟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的。你也是有足够的决心、足够的方向感、足够的控制力跟专注能力让你去追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梦想。你是可以带领自己走向成功，你也是可以去带领他人走向成功，以清晰的方向去引导别人的。那么在今生呢，你至少会成为一个 leader， 会成为一个经理以上级别的人物，在团队里面呢，你是核心人物。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老师，我现在有一点情绪化，我经常可能会情绪用事情。没有关系，那代表你还年轻，命运呢会安排你很多的事情去考验你，去磨练你，去激发你的天赋，让你变得更加的有力量，让你有更多精力、更多经验去克服、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真正的可以让自己的思维越来越敏捷，越来越有才能、技能跟力量，自己是会慢慢的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的，你是可以给别人有更多的帮助的。所以今生呢，你并不是一个新灵魂，你是一个已经在地球修行了很多投胎转世的老灵魂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宇宙中的灵魂，我们会到不同的星球去体验不同的生命体。我们会到地球来进行修行。当我们在地球投胎转世，从一个新灵魂到中灵魂到老灵魂，毕业之后呢，我们将去到其他的星球。那么看到你呢，已经在地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经历了。当下呢，你可能慢慢的开始对金钱、物质、名利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你不会从外在去寻找幸福，而是更多的获得心灵上面的成长。你会更注重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探索，会向内去寻求自己的心灵的提升跟自己的成长，而且呢，你会渐渐的去学习更多开放自我。你现在进入到老灵魂的一个初级阶段，你开始去分辨世俗的一些法则规律是否是合理的，你会慎重的去做一些考量，看事情的角度呢，会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去改变，不会过于的天真，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盲目的跟从。你的内心呢，慢慢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些信念，你会开始走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社会的一些规则、社会的这种游戏规矩呢，你不会再过于的顺从，而是替自己或替别人争取到更多的一些公平的待遇。你开始
发觉功名利禄呢，实际上是比较虚妄缥缈的，而是你会去寻找内心真正的平静。你会透过文学或者是艺术去不断的探索自己，研究别人呢也会变得比较有趣。你也会尝试在跟别人的一些沟通互动之中呢，去了悟更多的一些事情，看清楚人性，看清楚动物，看清楚人类还有生命体在地球上的一些生存法则。对于人生呢，你会有一定的困惑，你也想去探索一定的意义，慢慢的你会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不会是在外面去追求这些功名利禄了。你开始接受不同层级的各种意见，不会像是年轻灵魂那样对金钱着迷，或者是那么的害怕死亡。在当下的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呢，你不会想要去一定扮演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好像自己是必须要成为大家敬仰的人，或者是敬佩的人，或者是必须呢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你会渐渐的更加倾向于和平主义。你会对武力冲突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在你这灵魂地球多世来的不断轮回体验之中呢，你会知道战争啊，或者是争吵啊，这些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会意识到人类呢是密不可分的。随着你内心意识的清晰你会渐渐没有更多的控制或者是支配这样的一个习性，而是更加的去懂得圆融，懂得去合作，所以内心呢会更加的平坦，更多的一些成熟性。今生你会让自己的心灵有更多的慈悲，有更多的感恩，有更多爱的能量，自己的素质修养呢，还有自己的美德也是逐渐的在提升的。你会接受命运给你所有的安排，并且在这些安排里面呢，你会更多的顺其自然，不断的更新，保持一种平静安详的状态。人际关系上面呢，其实也是比较热闹的，有互相的吸引，有互相更正面正能量的影响。你也会获得真正的感情，会遇到自己的真爱，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会遇到自己很交心的好朋友友谊，当然也可能会遇到让你感受到刺激的一些情感没有关系。今生你会感受到很多真实的感情，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互相的信任，有相互的理解，有更加有深厚意义的一些关系，让你去有更多自我的同理心、同情心，你也会产生爱和善良的连锁反应的。并且看到呢，当下的你心态就是比较好的，你会在一个自我发现、精神进化的道路上面，内心也愿意去跟别人培养很真诚的联系。目前呢，你就会去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优点，也会拥抱自己的缺点，并且去开始可能做一些冥想啊，开始近期呢也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内我的审视，自我的一些检查评估，去寻找更多的一些宁静，培养内心的和谐跟真实感。目前呢，你也会获得更多的一些启蒙在精神成长的道路里面，命运会给你安排一些事情，让你看到更多精神上面的觉醒，让你更多的有自我的觉知，看到自己真实的本性，以及理解生命的奥秘。在今生，你会感受到地球是一所学校，你会保持着愿意不断的去学习、修进个人成长以及发展的机会的。在生活里面呢，你也会自然而然的去倾向于帮助有需要的一些人。你会保持自己更多的一些健康，可能会通过锻炼啦，或者是营养啊，自我营养，然后正念练习，然后去更多的做自我的保健，让身心灵更加的健康。当然，在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
但很好的是呢，在经历一些沮丧啊，或者是困惑，或者是一些茫然的时刻，你会很快的去调整自己，让自己找到一定的方向，这是你的能力，你的方向感很强。我们先来展示牌卡。另外呢，你也是有比较强的服务意识的，你是很好的朋友，你是很好的陪伴者，你是很好的家人，你很擅长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很多积极的影响哦。当你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当你让周围的人幸福快乐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比较深刻的成就感，你也会有很强的使命感。在遇见困惑挑战的时候，你的韧性和你的决心呢，是可以帮你完全有能力找到清晰度、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看到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被你解决掉的，出现问题是在哪里，那么你是可以寻找到这些细节的，而且你的韧性呢，也是可以激励到他人。可以看到在金钱物质上面，你不会出现过于的贫穷，你一定会衣食无忧，你一定是小资或者是小资以上的生活条件的。那么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呢，你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银行储蓄，相信你自己哦，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你会出现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或者是出现一些败财呀、浪费呀、买呀，让自己没有金钱储蓄这些情况出现。而正是这种困难时期，会让你有不断的反省，看到你要学会理财了，你要懂得一些金融知识，你要去做在收支上面有更多的一些预算计划，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节点哦，让你敲醒你，让你去学习金融理财知识，慢慢的你就会找到更多的一些商机，你就会看到更多挣钱的一些方法，你也会看到如何让自己钱生钱，这是很好的。那么世界这张牌卡呢，也看到了今生呢，你是会有很好的一些成就的，你是可以在自己擅长的技能、擅长的专业项目里面获得成果的，并且你会实现自己的一定的成功。你也可能呢会在你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之间脱颖而出，你也可能会去有很多地方去旅行，去增加自己的见识，有更多的一些体验，然而让自己用不同的这种角度去观看当下，去增加自己的世界观，思想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拓展。有的朋友甚至还有比较多的搬家的一些机会，甚至还有移民的机会，去别的国家生活旅居的机会。那有的朋友呢，甚至可能会嫁到他乡，嫁到别的国家，或者是到别的国家生活，你是有这些机会存在的，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抓住这些机会了。另外呢，也权杖6代表着胜利以及被众人所认可，周围有人追随，所以在你的事业上面，在你的团队之中，你是有足够的领导能力，是别人愿意去跟随你，因为感受到你是一个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价值，有足够的利益呢，是可以分享给他人，是可以帮助给他人的。而且在自己克服困难挑战的这个过程里面，也会获得别人更多的一些认可。有人呢想向你去学习，有人呢是希望跟着你呢有更多的好的一些食物果实可以吃。那有的人呢会觉得你这个人是非常靠谱的，是可以跟随的。所以今生呢，事业成功对于你来说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帮助于他人，而是呢增加自己的见识，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成就感。其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是有比较强的克服混乱、克服巨变的一些能力的。
有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些自己计划之外的一些事情，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很好的是呢，你自己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遇事不惊，在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从这些转变里面寻找到一些不同的机会，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多的转型，有更多的一些成长。你是不会害怕改变的，也表明呢你在生活里面出现危机或者是变化时期里面呢，你是有很强的一些运气，扭转这些局面，克服所有的一些逆境的。宝剑骑士这张牌呢，也代表着你有足够强的能量、行动跟敏捷的移动。你的最大运气呢，也在于可以抓住一些时机，快速的做一些思考，果断的做一些行动，让自己在出现任何艰难情况下有足够的冒险精神，有足够的勇气、决心跟敏捷的思维去克服当下的一些困难。那圣杯六呢，这张牌卡也代表着你跟自己的过去会有很多的一些欢乐，也可能在曾经的某一世里面，有人呢是得到你的帮助的，那么在今世呢，他会来报恩，你身边会有贵人出现，来给予你一定的帮助，给予你一定的支持。那这边呢，老师要特别的给大家讲哦，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小人，可能他会做一些小的动作，在当下是会给你一些干扰，给你一些麻烦的，但其实这些小人呢，他也可以是贵人，因为正是有他们的存在，让你更加的坚定，让你更加的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你更多的看到人性，所以也要保持着一个感恩之心。那么另外呢，也看到你跟你的亲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的温暖，也是有很强的一些满足感的。身边呢也会有一些熟悉的朋友、旧的朋友呢，不断会给你一些力量啊，或者是给你一些资源啊，或者是给你一些礼物、鲜花，给你一些好的、美好的语言，给你更多的一些鼓励哦。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大多数都是非常的欢乐，互相呢都是手珍玫瑰这样一种状态所在的。还有就是在感情里面呢，你只要不去欠别人的，那么过往的情感哦，这些人即使你们不在了，他都会在内心默默的祝福于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呢，遇到的所有的人，他都会给予你一些好的利益，好的一些价值的。接下来呢，我们节制这张牌卡代表着你是有比较强的控制能力的。无论是在你的个人关系里面，还是在你的事业，或者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都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出选择，并且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你会不断的蓬勃发展，你会不断的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力量。最后我们这边牌卡呢出现了五角星10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其实是塔罗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张牌，代表着家和万事兴，代表着财富，代表着稳定，代表着亲和，也代表着繁荣，代表着一切呢都可以获得长期的成功。所以你最好的运气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会给你带来足够的安全跟物质的丰富的，你和你所爱的人呢是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的环境，你会体验到非常幸福的家庭能量。也许你出生就在一个家庭很富有的环境里面，也许呢，当你结婚之后，你的财运会真正的开始，你的幸福指数会不断的攀升。那么宇宙呢，这边也详细的告诉你哦，家庭、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孩子都会给你带来很强的能量。在组建家庭的这个关系里面呢，你一定要孝顺，你一定要和睦和谐，要包容，也要做一定的妥协。只要你的家庭关系很好的话呢，那你今生都会感受到很幸福的，你都可以去创造稳定跟丰富的。
如果对自己的伴侣不满的话呢，那就去纠正这种不满。你看他不爽，那么不是他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因为是你不爽。那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了。无论对方呢，他可能身上有一些小瑕疵，有做的不好的地方，那么大家去认真的沟通，一起去做改善，共同的要去努力。家庭是要经营的，不要动不动就离婚啦，动不动就不要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呢，是会给你带来败财的。家庭不顺呢，你的财运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哦，那你今生的命定之人又是怎样的呢？宇宙会给你一些启示。代表着你今生的家庭运势、婚姻运势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在结婚之前呢，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情感爱慕啊，那这些情感爱慕者呢，你一定要珍惜他们，你也一定要感恩他们，因为他们的出现才让你懂得如何去经营爱情，如何去增长自己的爱情技巧，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恋人，谁是谁非，如何在人际关系上面，特别是两个人生活之中、爱情之中去有更多的一些磨合能力。当你跟这些短暂的缘分去吸收足够的能量之后，你完善自我，准备好之后，那么你的命定之人，你的婚姻恋人就会出现了。看到呢，他可能会在一个很明亮，或者是很令大家感到开心、兴奋的环境里面遇到的。我们这边出现太阳这张牌卡哦，感觉是一个和幸福、开朗、外向有关的地方遇到的他，比如说阳光明媚的海滩啊，或者是充满活力的城市广场啊，或者是在一些繁荣的商业活动里面，也有可能是在很天真的聚会派对之中遇到的对方。那么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圣杯十和五角星王牌、权杖王牌这张牌卡。对于有的朋友来说，1年之内就会遇到自己的命定之人。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在自我情感满足稳定的时候遇到你的命中注定之人。当你自己无忧无虑、非常开心，有很强的自我幸福能量的时候，那么你的恋人他就会出现哦。那个时候呢，代表着你可以给自己足够的幸福，你也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给别人幸福，可以分享你的快乐了。也有可能呢，是在参加一些婚礼呀，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遇到的对方，也有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是家人或者是朋友介绍的。无论如何，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浪漫，会有很强的吸引能力，你们之间呢会有深厚的情感联系的，会有很强的激情。你会觉得跟对方在一起哦，你的这种心烦意乱啊，或者是你所有的情绪都好了，他会给予你治愈的能量，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快就会共同去探讨你们的未来，探索你们共同的一些目标，并且呢，大家会去设想你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所以从认识到谈恋爱呢，其实是很快的，然后谈恋爱呢到结婚也是很快的一个过程，不会超过3年你们就一定会结婚的。你们的婚礼呢，也是大家很羡慕的那种形式哦。男生很帅，女生很漂亮，都会打扮得很精致，让大家感受到这份祝福，感受到这份美好。而且你们之间呢，也是会有很强的相互合作、相互妥协，并且想要白头偕老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过程里面呢，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分离，
短暂的这种大家三观不合的地方，但很好的是呢，你们不会轻易的去放弃，你们会去做一些反省，会看到自身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给你们的机会，给你们的情感再一次的机会，让你们共同的去克服困难。所以出现的一些纷争，反而让你们更加的有决心，去找到方向，知道如何让两个人更多清晰的沟通，如何去解决你们之间的这种误会，而不会退缩。两个人对于这份情感都是有很强的这种意志力的，而且大家都会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宽容，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治愈，也愿意低头去认错。即使是女生的话呢，也会放下自己的傲气，告诉对方自己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我愿意为了这份爱情而去做一定的妥协，做一定的改变。所以两个人都会非常的真诚，然后慢慢的去建立这种信任，并且加强你们之间的这种联系的。看到这份情感里面呢，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转变，也会找到和解的方法，并且让两个人更多的同心协力。你的命定之人他会给你很强的力量。其实刚开始这份情感的时候，你们彼此还是有蛮多的一些焦虑跟担忧的，但是呢，你们会互相的支持，会互相的给予一些安慰，给予一些保证，给予一些承诺。日久见人心哦，随着时间呢，你们会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增加安全感，并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很靠谱，很有给你安心的能量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会跟他有更多的拓展，然后周围的人呢也会很祝福你们，会觉得你们两个人蛮配的，双方的父母啊，双方的朋友呢都会给予比较好的一些支持，好的一些建议。你们两个人也会有慢慢的去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而且你的命定之人他是很慷慨的，他是非常大方的，他是一个愿意去养家的人。即使她是女生的话呢，她也不会自私到自己有小金库哦。如果对方是需要一些金钱帮助的话，没有关系，给予支持。其实在最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带你去吃好吃的呀，给你买一些礼物啊，给你买一些衣服啊。旅行的时候呢，会谁多钱的话呢，谁就多付一些，在金钱上面没有太多的一些计较的，这个很好。而且在未来呢，大家希望金钱上面有共同的一些理财，有共同储蓄的一个金库，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平衡，有更多的一些公平哦。大家呢都会无私的去做一些奉献，任何都不想去做隐藏，也不想做更多的包装，而是赤裸裸的把我所有的面展现在你的面前，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越走越顺，越走越好，然后爱情婚姻是自然而然的去发展的，你们呢也会拥抱在一起，去克服所有的挑战，收获所有的祝福。这份情感呢让你感到足够的满足。你们会陪同对方一起去经历生活里面的起起落落，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转变。心呢是绑在一起的，行动呢也是会一起去努力，未来的人生一起去创造，一起去享受。对当下的你来说，不要着急，在当下的你的阶段去接受命运给你所有的安排，它一定会把你推到一个可以成为完美丈夫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的，好吗？请你一定相信宇宙。另外呢，宇宙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让你每一天都更加充实，收获更多的幸福呢？首先你一定要多喝水，让自己身体保持足够的水分，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健康，精力更多的充沛，注意力更多的集中，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活力跟幸福感的。
好吗？水还可以帮助你减肥哦、塑身哦，还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还可以增加你的免疫能力。另外呢，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朋友多共度一些时光，跟朋友在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可以提升你的情绪，减轻你的压力。你们一起开朗的大笑吧，加强你的社会关系，增强你的整体幸福成就感。时不时的可以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你做一顿美食给他们，一起玩一下塔罗牌占卜啦，一起聊一聊旅行啦，一起可能去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班啦，也可能是跳舞。舞蹈呢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方式，是可以很好的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的。随着音乐来摆动你的身体，可以振奋你的精神，当然也可以增加你快乐和自由的感觉。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也希望你去学习一些舞蹈，现在的 K-pop 是非常流行的，那有可能去学习一下爵士啊，或者是萨尔萨都会很好。如果你想更多的吸收到一些女性朋友，更快的打开你的社交圈子，那就建议你去学习萨尔萨，因为在当下所有的国家，所有旅行度假区，它都是有萨尔萨吧的，很快的你就会学会。而且对于男生来说，女生是非常想要有男伴来带领我们跳舞的，好吗？无论如何，学习跳舞肯定是对你很强的一些帮助，在气质上面，在身材上面，在自己的自信上面。好，最后呢，希望你可以写一下你的自己的梦想日记。梦想日记是可以帮助你去挖掘自己的潜意识，深入了解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欲望的。你是可以提高自我的意识跟个人的成长，也会看到你的创造能力跟想象能力。我们在自己的床头边上放一个本子，放一支笔，每天睡醒之后的5分钟之内，你会对自己的梦境大多数是比较记忆犹新的。那这个时候写下来，梦里面出现怎样的人，你有怎样的一个感觉，怎样的场景，大概会有哪一些颜色，你都把它写下来，把你能记住的都写下来。在可能记了梦境日记3个月之后呢，你再去看一下你的这些所有的梦，寻找到相同的一些可能规律，你就会对自我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了。另外呢，想告诉你，有好多艺术家，他们的一些艺术创作都是受到自己的梦境而受启发的。相信呢，你的潜意识，你在这些平行空间里面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的守护天使宇宙呢，通过梦给予你一些启示，在写下梦境日记之后，你都会揭开这些想象，揭开这些梦的意思的，让你有更多的一些幸福感，让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反思，也可以丰富你自己的内心生活。那最后呢，就还有一点要告诉你，多多的听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希望呢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嘴巴尝到的，去体验就好了。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哦，拜拜。亲爱的，你会拥有怎样的幸福人生呢？宇宙会有哪一些话想对你讲？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将一部分一部分为你转达。首先看到你自己的能力实际上是蛮强的。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王牌这张牌卡，代表着你的今生行动力很强，做事呢是比较有高效率的，而且你有足够的潜力，你是有很强的热情、创造能力、开拓精神的，可能你是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你可以去开启新的项目或者是新的事业。你的性格特征呢，更多的是热情、活力和愿意承担风险。
你可能是一个总是充满新想法，并渴望开始去激动人心的冒险的人。做事情呢是非常的积极的，感觉自己是一个精神饱满、能力很强的人。那宇宙呢也赐予你足够的韧性跟情感的深度。可能在生活之中你会经历一些困难或者是挫折，但是这些挫折呢不会把你打倒，而是塑造你更强的性格，增加你对自己、你对他人的同理之心。你的性格呢可能会反映出更多自我的内省啊，不断的去做总结，去看到自己有做的不够的地方，然后呢去增强自己的能力。同时你也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更多治愈的能力。在你的人生之中，你总是可以找到希望，你也总是可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获得重生。圣杯4这张牌卡代表着沉思和情感的退缩。也许宇宙会赋予你更多深思熟虑的天性，你会更多重视内心的平静，并且寻求生活更深层次的意义，不会太过于的在外在去寻找幸福，随时都希望可能参与热闹啊，跟很多人在一起啊，并不是谁对你抛来橄榄枝你都会接住的，你是很有自我的标准，也是比较挑剔的。当然你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敏感，对自己精神的成长呢有更多的渴望，你会去不断的从内在的智慧去进行联系，探索自己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生命的奥秘。有时候呢，你也许会有一些优柔寡断，也许会对未来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茫然，也许你会缺乏一些计划，但是宇宙给予你克服恐惧的能力，你是可以用足够的勇气、决心去拥抱未知，去拥抱不确定性的。虽然你可能遇到过一些怀疑或犹豫的时刻，但是呢，你不会让自己长期处在一种很盲目的状态里面，你是会及时的调整，并且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你的性格反映出更多的一些韧性、适应强能力和拥抱变化的意愿。你是愿意去有足够的冒险精神，走一些非传统的道路的。在金钱上面呢，你是比较实际的，有一定的财务头脑，你可能会重视生活里面的稳定跟安全，所以你会努力的为自己打下金钱的基础。你的性格呢，可能是有更多的责任感，更多的可靠性，以及你会优先考虑如何去节约，如何去省钱。当你自己有足够的金钱之后呢，你也会去考虑如何明智的去做投资，明智的去规划未来，以确保自己长期的稳定跟成功。在金钱上面你不会随意的浪费，你还是很注重金钱的价值的。那上天呢赋予你的使命其中一张牌卡就是魔法师，你是有显化，你是有改变现实的能力的。通过你自己思想行为模式上面的改变呢，你是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自己的运势的，并且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去激励他人，去帮助社会。月亮这张牌卡呢，看到你是可以拥抱自己灵魂的奥秘，并且去探索你自己潜意识的深处的。你会面对你的恐惧跟你的幻想，并且对自己、对周围的世界有更多深入的了解。你可能会在人生之中不断的去进行精神上面的探索，或者去进行冥想，与你的内在智慧跟直觉联系起来。其实今生你的个人修行是在自己的身上，通过自己
感受你的身体，感受你的灵魂，看到你和当下的物质社会之间有怎样的一个联系，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观察者，也会有一定的不适应性，因为你是到地球来的很年轻的灵魂，你是新灵魂。我们是在宇宙中的灵魂，会去到不同的星球体，感受不同的生命，去做不同的修行跟体验。你是从外太空刚到地球来的新的灵魂，所以你有几个能力，一个呢可能是你的天赋很强，你的学习能力很强，因为你还没有在地球上有太多的投胎转世，地球的人类游戏规则或者是物质金钱呢，对于你还没有太多的一些驯化，所以你要去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呢？你是很快就可以掌握的。你的灵魂很高兴，因为他刚到这里来哦，就是什么东西他都想体验一下，他也想到处去看一看，充满着好奇，也代表着你好像没有办法足够的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更可能是像狗狗哈士奇一样，东看一看西看一看，很多人事物都会很容易抓住你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改变你的一些想法。当然，如果你今生可以专注只做一件事情，拥有匠人精神的话，那你肯定在这件事情上面会发挥的非常的强，会是很优秀很棒的。但是呢，你的灵魂是想多去走走看一看的。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看到你本身是一个非常天真单纯的灵魂，因为你刚到这个陌生的人世间，你还是想去学习怎么样融入到一个人际关系社群里面，你希望获得周围所有人的认可，爸爸妈妈啊，或者是老师同学同事啊，或者是自己在乎的人，或者是不在乎的人一些认可，你都希望被认同的。你有一颗没有被世俗污染的心，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些算计啊，或者是谋略啊，不是那种有很多暗黑学的人哦。你更多的是一种天真单纯的这种体验。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你是年轻的灵魂，所以对于人类的一些游戏规则还有一些不太适应，所以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恐惧，有一些退缩。没有关系，不是所有的人你都需要获得他的认同的，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要去的，不是所有你不适应的地方你都要快速的去适应的，慢慢的来，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耐心，去接触自己想接触的人事物，那么自己不想接触的就离开吧。那当下呢，你可能会像这种人类的婴儿阶段到幼稚园这个时期啊，还在去可能学习语言啊，还在可能学习步伐，或者是有一些不协调的肢体动作，但没有关系，你是会努力的去学着适应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你会有那种天真无邪的样貌，你的心性呢也是特别天真无邪的。然后在你这个人生的课题里面哦，你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些考验，宇宙不会给你安排人生太大的一个动荡起伏，更多的呢，可能让你去感受平凡，感受平淡，不想吓坏像你这样的新升级的灵魂。你只要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开开心心的了解体验就好了。因为很多的事情对于你来说都是全新的一个领域，当然你有自己很多不擅长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的学习能力很强，所以不要去逼迫自己的灵魂，好吗？也不要太过于的压抑自我，更多的给予自己自由，给多自己更多的一些释放就好了。其实也代表着现在的人生是你去建立好业力的时候，注重因果关系，那说一些优美的话，优雅的话，不要去讲脏话，那不要去讲损人利己的一些八卦，还有就是做一些善人善事，有更多的正能量正念去帮助你建立好的福报。你可以吃亏哦，
人生之中吃点亏是有福气的。任何事情呢，不去争，不去抢，不去夺，就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去享受各种小美好就好了。这种积极的心态呢，会让你今生非常的幸运跟幸福的。其实当下呢，你正走在细线上，可能会有一些小心，有一些敏感，但是慢慢的你会有更多正确的一些行为，你将更多的有责任之心，那你可能呢也会具有好的一个影响力。你正走在一条平衡跟正直的道路上面，你只要去积极的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就好了。通过你当下本身的这种天赋啊、灵魂能力，你是可以克服所有的一些生活挑战的。你的能力，你的超能力实际比你想象中的更大，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灵魂的能量了。另外呢，看到你会越来越多的热心，你只要真实的做自我表达，自信的去鼓励自己，鼓舞他人，看到自己的优点，欣赏自己的身体，分享自己的快乐，给予更多正向的反应，你就可以在生活里面找到足够的满足感了。实际上金钱物质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的满足，事业上面成功也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满足，而是呢，你可能会只要一个积极热情的人生观，你就会很满足了。去感受艺术，去感受音乐，去感受写作，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是可以收获到快乐，你都是可以给他人快乐的。你只要保持乐观的一个心态，你今生就其实非常的幸福。然后还可以看到呢，当下你的人生阶段呢，会开始更多的恢复秩序，你也会更加的有正义感，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都正在慢慢的去设定，慢慢的有更多的一些原则，你自己呢也可能会建立一些更多正义、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在塑造自我的时刻。其实你有很强的一些能力，我们来揭示一下。首先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些认知，你就知道清晰的去做一些判断啦、行动啦。所以塔罗牌占卜呢，真的是还很有意思，很有力量的。首先你有释放内疚感的能力，你是可以不断的去宽恕、放弃过去的错误跟遗憾的。你有能力原谅自己跟原谅他人，你会以轻松的心情继续前进。你是有比较强的同情之心的，你也可能会慢慢的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专注力因为天生是比较容易去分心的，但是慢慢的通过后天的一些努力呢，也可以建立更多的一些专注力。因为你是心灵魂所以你许的愿很容易实现。那么专注在自己的愿望上面的话呢，其实是蛮容易实现梦想的。你也有情绪治疗的一些能力，你可以不断的获得内心的平静，你可以发展更多健康的一些行动，写日记啦、治疗啦、冥想啦，都会支持你的情绪健康的。你也可以快速的提高你的能量，给到他人一些温暖感。那么在今生呢，你是会有很多感恩、积极跟表现的力量的。你是可以欣赏生活中的所有的美好，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那种积极的心态会吸引到幸运，吸引到美好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创造一个满足的积极循环，你也会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看到机会。你也可以不断的去摆脱一些
人类的旧的思想模式、封建的一些想法，你会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 idea， 那么新的一些制度的，可能你会是一个比较反叛于当下社会游戏规则的人，你对于战争啦，对于政府啦，或者是对于婚姻啦，简单的说对于彩礼呀，总之呢，这些所有封建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法律跟制度你都会觉得很好笑，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老派过时，所以你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弹性，你是可以去创造更新更多的一些想法跟机会的。另外呢，你天生就带着好运气，这方面真的是很棒哎！你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当你相信命运给你安排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的。你伸开双手去迎接所有的人事物，哪怕是当下可能是一些离别，或者是一些小人，你都觉得无所谓。这些呢，都是让你成长，都是让你体验，都是让你有转变的机会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你就会吸引到所有的这种丰盛。你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好运气，包括金钱财富呢，都是可以去追逐到你的。所以心态是很重要，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是一个新灵魂。那么今生呢，还有在哪些方面你最幸福呢？团队合作这方面你会很幸福，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只要去合作共赢的话，你就可以去实现你的目标，因为你会重视合作、沟通跟相互的这种尊重。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你是会收获很多好的项目的成绩以及个人的成就感的，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间之苦，或者是有被欺骗过啊，在曾经的某一世有被折磨过啊，等等的，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人心是向善的，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那么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也会有很强的一个沟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面，人际关系互动之中，你是可以表现出色的，然后也会因为你的奉献，也会因为你的不计较，那不竞争，不给予恶性竞争，而获得大家的尊重，而获得大家的认可的。在这方面，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或者是共同创业者之间，你都会感觉到很幸福。还有我们这边出现宝剑骑士这张牌卡，代表着你可以快速的去思考，你有敏捷的一些想法，你有很多创新的一些 idea， 你也是充满着信心跟韧性的，所以你是可以克服障碍，并且不断的获得能力的提升，不断的获得成功的，在自我价值，在自我能力成长上面，你会感受到很幸福。倒吊人呢，代表着妥协啊，自我反省啊，以及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所以你还有一个最大的幸福，就来自于你可以放弃控制，让自己的内在智慧去引导你，让你的灵魂能力去引导你。你也会在反思、冥想和自我发现的时刻找到足够的快乐。你是会有很多想法的突然转变，你是会获得很多的一些灵感，你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会经常在改变，会用
有时候你会用上帝视角来观看当下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呢，你也会从不同的角度逆向思维来观看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在头脑思维上面呢，也是有很强的幸福感，很多的一些收获，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洞察力，头脑是清醒的，有新的一些看法，新的一些态度，所以这些新的顿悟或者是灵感呢，都是可以让你的个人生活或者事业上不断的获得突破的，有蛮强的这种喜悦感了，可以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因为你的思想不老旧，所以总是会有新的一些创意。还有就是在于你的力量是很强的，自己内在的这种韧性很强，特别是在遇到一些重大的挑战跟挫折的时候，反而这些困难呢，让你是可以不断的激发你的天赋能力，不断的去激发你的新的思维、新的解决方法的，也代表自己的内在力量是越来越有勇气，越来越有很强度的状态的。除此之外，五角星7这张牌卡代表着耐心跟毅力。你最大的运气呢，可能会出现在你有足够的耐心跟坚持的时刻。你只要相信自己会成功，相信自己会幸福，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你就一定会实现。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能需要专注，你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坚持。所以当你面对自己的目标，投入足够的时间跟精力的话，你是会体验到成就，你是会收获丰富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去收获。那么你想要的愿望之树，它一定会结上果实的。好，接下来，那么你今生的财富运势是来自于哪里？权杖6的逆位哦，看来金钱财富不是别人带给你的，你可能不是天生出现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面，不是官二代啊，或者是很多的富二代啊，也可能呢，你更多的财富来自于自由、创新、未知和冒险。圣杯6的逆位也代表着摆脱陈旧的思想跟一成不变的事业。只要你今生像愚人傻瓜一样背起你的行囊，到处跑，到处闯，去学习，去吸收，你都可以给自己带来足够的金钱财富。也就是说，当你充满冒险精神，踏入到一些未知领域，并且拥抱新的机遇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更多可能性，你就会收获到更多的金钱。人生里面呢，多一些改变对于你来是好的，开始一些新的职业啊，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追求一些很有激情的项目啊，或者是搬到不同的城市啊，这些呢可能都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人生财富。你不需要过于的注重稳定，注重安全，比如说学校毕业之后就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今生几十年就在这个好工作上面，可能他没有办法给你创造更多的财富，他的工资收入呢，只会让你的生活衣食无忧是保障了的。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一些金钱财富，还是要去兼职，或者是去不同的领域里面，你知道吗？你的灵魂天赋是很强的，所以把你扔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生长得很好；把你扔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可以生活得很好。更不要说不同的一些职业领域了。保持着热情，做你喜欢的事情，是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
如果人生的这个阶段，比如说20岁到30岁这10年，你喜欢某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喜欢去跳舞，好，那你就去学习跳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让自己学精，学成一个老师。你去当老师，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30岁到40岁不想要跳舞了，想做其他的，那想去学瑜伽，那你那个时间段呢，你就去学瑜伽，你去好好的把自己修成一个，用2-3年的时间修成一个师傅，然后去教大家瑜伽，你也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得很好。那么50岁可能到60岁又想做其他的了，那我这边是举一个例子哦，就是那一个人生阶段你想去做什么，你投入几年的时间，让自己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你是可以成为大师，然后呢，再通过这样的一个技能去赚足够的金钱财富的。只要你流动起来，走动起来，愿意不断的有新的开始，新的冒险，你今生就本来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体验，你的灵魂开心了，你的能量高了，财富自然会追着你的。无论如何，宇宙告诉你哦，就是你今生呢，金钱不会成为你的障碍，你不会穷，你也不会受苦难的日子。任何的行业里面，你都可以赚取到足够让自己生活舒适的金钱的。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对未来呢有任何的一些焦虑，开开心心的去感受就好了。好，那么金钱不担心，爱情呢？我们今生的爱情幸福如何呢？今生你会遇到你的真爱，而且这个真爱呢很快就会出现。你会觉得你所有等待它出现的时间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人他会很好的疼爱你，他会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可爱，他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宽恕、治愈的能量。你们之间也是有很强的互相信任，一起会去探索人生，并且保持着一个很耐心的关系的。你的爱情生活即将有重大的转变，只要你保持开放，接受新的一些可能性哦，因为你的爱情可能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进入到你的生活，你将获得最纯粹的爱，最单纯的爱，不会以外在条件去给予任何的一些评断，就真正的就是爱这一个人，他就是不会看你所有的外在，他就是真正的爱你的灵魂，爱你这一个人，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个性的瑕疵，他都是爱，都是可以包容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在心灵上面得到治愈，在身体上面也是非常亲密的，可以达到很棒的一种状态。那这边呢，我就不过多的解释了。在情感里面，他就是你们彼此对的人，是你渴望的、想要的那种浪漫的伴侣，甚至可以讲你们是灵魂伴侣。在他该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你会有这种情爱上面的惊喜的。在这份情感上面呢，你会收获到足够的稳定、安全和繁荣责任感。这个人呢，他是非常重视家庭、非常重视婚姻的人，他也是非常孝顺的人，他是一个想结了婚、建立家庭就不想再离婚的人，而且他不是一个很重视金钱物质的。对于功名利禄，他没有太强的愿望，他不会努力的生活，他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赚钱、去拼搏在自己的事业，但是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生活上面，在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伴侣游玩上面。他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呼朋唤友上，他可能不是一个追逐情商要高，或者是追逐这种左右逢源关系的人，他
唯一在乎的就是他的家人朋友，有那么一两个知己，他就非常感恩了。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他不会去外在的世界里面寻找幸福。一旦遇到他的真爱之后呢，他会好好的保护，好好的呵护自己的爱人，就是自己最亲密的伴侣，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他会和自己的伴侣讲任何自己知心的话，但是对外界呢，他是会隐藏自己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人，会有一段时间去认识、去熟悉，然后一旦确定之后，他就会足够的奉献。虽然他不追逐名利金钱，但是呢，他也会去学习理财，也会去让自己的钱包越来越薄，那这个银行的储蓄越来越多，因为他要给自己的家人足够的安心跟稳定。他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可以跟他一起享福的，不是要跟自己一起吃苦的人。还有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很可靠的、负责任的，并且他也爱学习。他是一个专注个人、家庭、婚姻、职业发展的，他也会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知识，扩展自己的技能，去加强自己的能力。他加强这些能力呢，也是因为想给自己的家人足够的安全感，并且这个人他会不断的自我完善，他是有很高的修养跟素质道德的。他可能稍微有一些内向，但其实他是比较内敛，是比较谨慎，是比较认真负责任的人。他不会花天酒地呀，不会去物质上面或者是朋友上面这种社交上面去寻找欢愉。他就觉得自己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一种幸福快乐了，所以他对于感情呢是很专一而且很纯洁的。亲爱的，宇宙派了一个非常棒的恋人来到你的身边，你今生呢会遇到很好的婚姻伴侣，所以也请你好好的珍惜。那么宇宙告诉你，今生呢你只要好好的做一做冥想，跟你的灵魂进行连接，并且去有时候可以诵一下经，那有时候呢注重自己的深呼吸，跟自己的身体去表达一下你的感恩，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有时候呢看一部电影，那有时候呢去做一些体检，有时候呢只要好好的休息，其实今生就很幸福了。所以你不要去追逐金钱、名利跟爱情，这些都不需要，你就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喜欢的话，然后只要注重你的平安、健康跟心灵的愉悦，该有的都会有的，该来的它自然会在对的时间来的，好吗？只要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的话，厚德载物，你一定可以承载更多更棒的一些东西事物的进入。你越健康，那么你收获的丰盛就越多。哇，非常棒的运势，非常棒的人生哦，请你好好的享受吧。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今生你会拥有哪一种幸福人生呢？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看一下他想给你哪一些启示，让你更多清晰的去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生活。我将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进行占卜解读。可以看到呢，今生你的特征个性呢是属于很简单、
很快乐，那很容易满足，很光明，很积极乐观的一种心态哦。首先，你不会被思想所束缚捆绑，你是愿意有新的一些创意，新的一些想法，你接受很多新的一些文化想法呢，不会老派，也不会陈旧，给自己呢也不会安太多的一些包装，或者是有太多的一些规矩，是比较潇洒的，而且呢，你也会很自由的去给自己做特别多的一些解放，不会有太多自我的一些限制，也不会制定太多的一些原则，可能会比较随性。你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恐惧，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会是井底之蛙。你的世界观格局呢，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愿意去接受新的文化，愿意去接触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人，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也是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去建立各种团结合作关系。你会很重视爱、亲密、互相尊重，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也会建立一些信任，建立忠诚。遇到你所爱的人，你就会无条件的爱或支持。你也会以关心跟奉献的态度去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同时，你也可以跟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一个连接，会很清楚对自我有比较强的一些认知，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今生做什么，自己想要去哪里。你也可能会去解读一些梦境，对自己的第六感呢也是有比较强烈的感觉的。你有能力去探索你自己的心灵深处，你也会发现周围隐藏的一些真相，因为你有比较强的洞察能力哦。你感受能量的这种能力也是比较强。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是和你能量场相接的，你会第一时间就反应得出来。如果你遇到了跟你能量磁场不相同的人呢，你是会感受得到的，可能也就代表着讲几句话就觉得好像不舒服了，或者是闻到对方身上的一些不太好的味道。那这些呢，都是体现在你有比较强的灵性方面的。另外呢，你也会很简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有自己的任性的一面啊，活泼开朗的一面呀，任何事情呢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深谋远虑，而是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就好。所以别人在跟你接触的时候呢，会有很强的亲切感，会觉得没有太多的排斥之心，也不会感受到个人竞争啊，或者是太多的一些不舒适感。因为你是一个很有童真的人，喜欢开玩笑啊，有一些顽皮，但是呢又是有礼貌，又是有教养的。通过人际关系互相的关爱慷慨，你是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和温暖感的。除此之外呢，你也是有比较强的艺术创造能力，你会通过艺术啊、音乐啊、写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式做自我的表达。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冥想，或者是其他的自我反省的练习来探索自己内心的世界，探索自己的情感。你的自我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哦，你的情商也是越来越强，知道适可而止，该表现自己的时候，你会大方的去展现自己。那么该倾听的时候，你也会好好的去倾听他人的一些话语。除了说你有比较强的创造力，有比较强的想象能力，还有很懂得善解人意，有比较强的直觉能力之外呢，你也能够适应周围微妙的一些能量和情感。这些美好的特征性格实际来自于你今生
宇宙赋予你的人生使命。我们这边出现了太阳牌卡和女皇牌卡，都是非常的正能量，都是非常的光明磊落的。可以看到呢，你除了给予自己更多的一些温暖，给予自己更多的一些拥抱、爱的力量，阳光灿烂，喜欢笑，喜欢进入到一个欢快的氛围之内，你也可以用你的美好去照亮他人，让你的这种光芒四射的能量呢，给周围的人更多的一些热情，更多的一些激励，帮助到周围的人也可以看到世界的美丽和世界的善良。你的内心是不断的有精神上面的成长，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满足跟幸福的。即使你是单身呢，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会传播积极乐观跟希望，你都会很享受不同的人生阶段，那有不同人生阶段的这种自由跟快乐。单身的时候就会好好的自由自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进入到恋爱之后呢，也会懂得做一定的妥协，也会懂得呢去滋润你的情感，去把你的这种健康、积极、快乐带给到对方。你就像小太阳一样，闪耀自己，也会闪耀他人。那女王这张牌卡呢，代表着成熟、养育、智慧和领导能力，象征着女性的力量、直觉跟优雅。你懂得发现美，你也懂得把美好的事情呢传递给周围的人，传递给社会。如果你是从事艺术行业的话呢，那么你的作品里面呢，肯定是有很多积极的、乐观的、美好的、明亮的一些颜色，或者是这种状态作品，而展现给他人呢，感受得到这种积极的、持久的能量。所以你是可以给周围的人产生很好的影响的，你也会创造一个支持性或者是包容性的环境，让每个人都感受到重视，感受到被尊重。那有的朋友可能现在很年轻，会说，老师，我现在有些社恐，我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能量。没有关系哦，人生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安排，宇宙呢会帮助你越来越激发自己的使命，让自己更加的阳光灿烂美好，从而也会让你呢去更多的影响他人，给他人带来这种金子般的闪耀，带来很多乐观美好的一些事情。不要着急，你会通过自己的力量跟优雅去应对生活中所有的一些挑战的。你也会把你的智慧和直觉来引导别人去发挥最大的一些潜力，就像是爱的使者一样，你可以照耀自己，未来呢你也可以照耀他人。请你充满自信的去说你想说的话，去做你想做的一些事情，你自己在一个非常棒的能量状态之下，这种状态即使可能你对他人没有任何的一些指引，但是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啊，看到你的状态啊，跟你做一定的接触之后呢，他都会受到你的一些影响的。那么今生在哪些方面你会有更强的一些能力能量呢？你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多的一些脆弱，这种脆弱性呢，实际上不是弱点哦，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优势的。你可能会愿意跟他人分享你的恐惧，分享你的不安感，你也会更多的一些谦虚，更多开放跟诚实。比如说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不会的地方，你是会去询问周围的同事，希望别人给予你一定的帮助的。你不会在那边把自己包装成好像什么都会，不会特别的要强，而是可以让自己低下来。当你愿意去展现你的不安，展现你的弱势的这一方面之后呢，那也就打开了你跟周围的人更多人际关系亲密的交往的。你去询问帮助的这一个人，他会非常的开心，代表着你对他呢会是一种尊敬，或者是多多少少呢也是看得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很乐意的去帮助到你。这样你来我往之后呢，其实人际关系就会有更多深层次的联系了。
你可以去寻求到更多的一些支持，你会认识到自己的一些局限性，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什么事情都是懂的，所以呢，你也会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帮助自己成长，也看得到你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人。你去寻求这种支持的能力呢，也表明你是重视协作，你是重视相互依赖的。你了解，没有任何人是可以单打独斗就获得成功的，你是可以去建立人际关系，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你擅长建立强大的支持网络哦，并且呢，也可以去通过一些互相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更多的一些弹性，更多的一些优雅，不急不躁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还有就是呢，你像老鹰一样哦，是有野心的，是有一定的抱负，有比较强的愿景的，你可以树立更多远大的一些目标，你相信自己的潜力，并且呢，也会敢于以一种热情、决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你从来不会小看自己，你也不做井底之蛙。你知道，通过自己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努力，你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这样的一种激情呢，也是可以鼓舞到周围的人哦，也是看到你有比较强的使命感，你的目光是更多的长远的，你也会采取大胆的一些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你会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不会轻易的放弃，不会轻易的就被自己打败的。那身上的这种力量是很强的，你可以高瞻远瞩，获得更多的启蒙，更多的一些智慧，跟自己的精神方面呢是有比较强的连接的，内心也是在不断的成长。很好的是，你有比较强的正能量。当你出现一些消极呀、压抑呀，或者是失落的情绪之后呢，你是会去做自我的调整跟转变的。你不会长期的陷在一种负面的能量里面，而是呢，你会放弃一些旧的念头、旧的一些习惯，而拥抱新的成长跟转型的机会的。你知道，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当你出现一些自我不满足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一些跌倒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更多自我反省，是可以总结经验，让自己呢有更多突破成长的时候。所以这种心态哦，是帮助你有更多自我的解放的，是可以让你更加清晰、更加自由，内心更加平静的去一步一步前进哦。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正念，也会拥抱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事情。你会在逆境之中保持积极的态度，你也相信宇宙会满足你的需求，把你引导走上你该走的道路上面的。你是可以受到足够多的支持，足够多的保护的。另外呢，在比较强的就是你的团队合作能力，你的协作能力，你有比较强的职业道德，而且该做承诺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去负责任的做承诺的。你很擅长跟别人合作，你也很擅长用自己的技能，用自己的才能来实现团队共同的目标，会懂得分工合作。你是团队里面可以承上启下的人，你也是核心人物，不一定代表你是 leader， 但是在团队里面呢，你是可以共荣，你是可以多人去合作和谐的。你了解合作的价值，你也知道成功往往是需要很多人一起来贡献的，所以你很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你也很懂得共享资源，这个是非常好的哟。当你出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都会有人来给你提供帮助。生命里面呢，你的贵人是蛮多的。还有就是你可以有比较强的自我疗愈的能力，你也会做更多自我的一些保健，补充自己的能量。
不会让自己过度的精疲力尽哦。该休息的时候，该度假的时候，该调整的时候呢，你都知道适可而止，你都知道该什么时候呢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下来，什么时候呢可以好好的去闯一闯，拼一拼。还算是一个很成熟、很自律、比较懂得规划自我的人，比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还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呢，来自于你内心的强大，你有足够的韧性、勇气，比较强大的这种内在力量哦，是可以帮助你克服任何生活里面的障碍跟困难的。你很擅长以自己的勇气跟决心去面对挑战，你相信自己，没有你做不了的事情，没有你完成不了的项目。只要你不急不躁，充满耐心，一点一点的去努力，脚踏实地的去争取的话，你可以应对生活里面的各种起起落落，你也可以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这种心态呢是非常强大的，你整个人呢都散发出一种很平静的自信跟优雅的感觉，非常的好哟。那么当下呢，你的人生正进入到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里面，很快就开始反弹了。可能当下你会有一些感受到不太完美，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停住、卡住，觉得自己的事业呢没有太多的一些起色，或者是学业呢好像一直都是平平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在感情上面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突破。宇宙告诉你没有关系哦，当下呢是在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的时间段呢，你可能会去做一些反省，你可能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收获，看一下，评估一下你当下的目标是否是适合自己的，那在哪些地方你要去做一些修改，去重新做一些调整。当你思考清楚之后，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认可跟回报了，你会看到自己曾经的努力付出呢，最终都是会一一有足够的收获，有一定的成就的。其实你正在稳定的成长，在这个成长的步伐过程里面呢，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自信，愿意去接收挑战。最后呢，你会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台阶里面，你也会获得周围的人更多的一些肯定认可的。你正在做自我完善，请你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下的这个运势正在回归，光之回归，自己也是越来越好的。那么这边宇宙呢，希望你可以在当下的阶段以及在人生之中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让自己保持着好奇心，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没有去接触过的思想呢，你都去吸收，会增加你更多的一些智慧。不断探索学习的心态呢，是会让你有更多新的想法，有更多新的观点，是可以扩展你的理解，是扩大你的格局的。你可以在人生之中不断的去研究一些新的行业，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培训班、研讨会，或者是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参加一些更多社交的一些活动机会，去拓宽你的专业联系。保持好奇心跟开放的心态，你会有新的进步空间，也会有更多新的一些机会哦。实际上呢，你是一个头脑很聪明，那也是会有很清晰领导能力的人。为了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成长呢，希望你可以在人生之中权衡利弊，当你要去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利用你正直的一些想法去应对挑战，去做决定就好了。任何事情三思而后行。其实你的行动能力还是蛮强的，你可以大胆果断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一定在自己想清楚之后就去行动，不要先行动哦，不要感情用事哦，不要只是在那边光想不做哟，或者是也不要在那边只做不想哦，想清楚然后就马上去做这个动作，你会收获成功的。
那么在今生哪方面自己最幸福呢？宝剑10这张牌卡通常代表着结局背叛或者是低入谷底。那么在幸福这个位置出现，代表着你可以经历生活中所有的重大挑战跟挫折，在经历之后，你就会有新的开始，你就会不断的获得重生。在所有的挑战之中，你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明智。正是因为有这些障碍，反而让你有更多的一些能力。所以请感恩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挑战。另外呢，隐士这张牌卡代表着你会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者。你最大的运气跟幸福来自于你会不断的自我反省，通过冥想、写日记，或者是在大自然中去度过时光，你是可以补充你自己的能量的。有时候呢，一个人静下来，远离社交，好好的去做一些静心思考的话，你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好的想法、好的观念，更多的一些智慧的，知道吗？你需要独自的时间跟空间，在这种静心的能量之下，你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圣杯7代表着你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出现哦，你可以有各种的一些探索，包括在自己的事业之中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在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也会出现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友谊，不同的一些贵人。那么在自己的爱情方面，你也会收获到很多的快乐。可能你会在今生有很多场不同的恋爱，而每一次恋爱呢，都会让你感受到幸福，让你感受到满足，有很多的一些欢快哦。所以今生你是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人生哦，你会被很多事情所包围，特别是在爱情里面，你会有很多的幸福收获能量。情感联系在你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你最大的运气幸福呢，可能存在于你的爱情关系，或者是与你亲密的朋友、家人之间的这种深厚联系之中。你可以跟另外一个灵魂进行深刻而有意义的联系，你们一起分享爱，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尊重，你会体验到深刻的快乐和满足的今生呢。你可能不止一个灵魂伴侣，你也可能不止遇到一次真爱哦，所以会有很多的收获跟体验。你可以收获情感上面的满足，你的人生呢也可以不断的重新开始。在这些新开始中，你不断的给自己注入新的血液，寻找到更多不同的快乐，也会在自己独自的自我反省的时刻呢，去寻求到更多的安慰，探索生活里面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所以你的人生并不无聊，也不会是一成不变，有很多意外之喜，有很多美好的人事物在等待着你去发掘。你的爱情运势是非常好的哟，喜欢你的人真的会蛮多的，也许是会有暗恋你的人，也许是有对你恋恋不忘的人，也许是有大胆向你表白但是你不喜欢的人，也许也会出现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人。无论如何呢，在今生爱情里面呢，你是会有很多的体验感知的。哇，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的命定之人，你的结婚伴侣，你们之间的缘分。可能在结婚之前啊，你会有很多场恋爱，也可能结婚之后你也会遇到别人对你很多的一些追求。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结婚恋人好了。
对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今生还不止一次婚姻哦。但无论如何，在你跟命定之人之间，你们会有很多互相治愈的能量，也许是你，或者是也许是他。原生家庭呢，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不安全感，但是通过你的自信，通过你们之间互相的支持、理解跟同情，你们是可以去治愈任何的不安全感的，会放开所有控制上面的问题。两个人培养信任，培养沟通，不会用爱情去捆绑彼此，而是大家都非常的独立，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一些社交圈子，可以真实自由的表达，也可以因为爱情而成就更美好的自己。所以你会遇到一个爱你并且不断激励你幸福你快乐就是他快乐的人。你们之间呢是很自然并且非常轻松的，你们之间是可以建立持久而且有价值有意义的伙伴关系的。他会支持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他这辈子最想要在一起的人，你是那个对的人，你们之间有比较强的默契，不会有太多陌生或者是需要磨合的地方哦，很容易情投意合，你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相同的，而且呢，也是彼此的这种催化剂，也是会给予彼此很多的一些热情，很多的激情跟兴奋感。只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火花四射，还有很多亲密的一些亲吻拥抱的动作。你们也会建立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也会一起去冒险，去做你们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也会有很多浪漫罗曼蒂克的举动。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呢，也是很有趣的，充满着幽默的快乐，充满着笑声，是一种很小孩子般简单、可爱、活泼的感觉。那你会跟他分享一种很有趣的动态，你们喜欢互相的取笑彼此啊，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愚蠢的滑稽的动作开玩笑啊，你们会在生活里面去追寻那种简单乐趣哦，去随时充满着欢乐自在的，不会有太多的控制，不会有太多的霸占，也没有吃醋，好像你越美好呢，他是越开心的，你们会共同的一起去成长，这种情感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满足和持久的幸福，会很相信彼此，也会建立足够强的忠诚的，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享受，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患得患失，也不会去怀疑彼此。你的命定之人，他出现的时间呢，可能是在你更加平静的生活状态，你会很好的自我的满足，你也可能会在度假或者是旅行的期间遇到你的命中注定的人，有可能是你在一个宁静或者是风景优美的地方旅行的时候，你正在寻求平静和放松的时候遇到了彼此，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心境特别平和，没有很成熟，没有任何急躁，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需要去争取的这种状态，就是顺其自然，遇到他的时候自然会遇到，没有遇到的时候好好享受生活，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和谐的心态之下遇到的他。那么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五角星国王这张牌卡，除了旅行，也可能是在一些职业场所，或者是商务会议、社交活动，或者是在一些专业的聚会上面遇到的彼此，也可能是在一些豪华的环境之中，比如说高档的一些餐厅啊，或者是很不错的社交俱乐部啊，
或者是因为共同的一些兴趣愿望而聚焦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也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的命定之人他是外国人，或者是你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城市、不同家乡的人，你们之间呢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距离哦，所以让你们对对方有很多深刻的一些感受，会对对方保持着很强的一个好奇心。为什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熟悉感，就有一种自然而然感觉很舒服的状态，但明明跟这个人有很多的一些距离呀，在了解、熟悉、沟通之后，会发现你们其实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可能有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归属感跟彼此的一致性，就好像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在灵魂层面上跟你互补的人。当你们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所有的决定都是用两个头脑去思考，所以这种智慧、这种鼓励是有更多的增加的。两个人还会一起去运动啦，一起去玩耍啦，做很多积极的事情，去完成很多的一些挑战。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意见的分歧，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挑战，但是呢，你们都是可以通过沟通跟妥协共同去克服的。无论如何，在爱情技巧上面哦，大家都其实蛮有情商的，都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在感情里面呢，会很容易顺心顺意的。最后呢，宇宙告诉你哦，怎样可以让你的每一天都幸福舒服呢？有几个小方法。这几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放慢自己的角度，任何事情不着急，慢慢来。有些事情呢，随着时间哦，它自然而然就会淡化；有些麻烦，自然而然它就会退去的。另外呢，让你的每一天都充实而快乐吧，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期待而去逼迫自己进入到某一个人生阶段里面。举个例子，如果说你33岁还没有结婚，那么可能你的父母呢会逼迫你要马上去结婚啦，要生小孩啦。即使你没有遇到那个你真正很爱的人，可能你就会去相亲，让自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最终不是因为爱而进入到婚姻，很可能会分离，很可能丧失你的自信心，丧失你的幸福，错过你的缘分。所以宇宙告诉你哦，千万不要让别人影响到你自己的幸福世界了。真正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你真正想结婚的人，你再结。不然的话呢，你可以谈恋爱，你可以去享受爱情的生活。爱情跟结婚是两码事情哦，有的人是适合谈恋爱的，但是有的人是适合结婚的。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看清楚你自己的，但是周围的人也许看不清楚你，他会给你一些压力。所以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些期待想法哦，也代表着有的人呢他是适合养小孩，有的人他是不适合养小孩的，那么你也要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哦。或者另外举一个例子，也许你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但是呢，在画画的这个行业里面，你可能没有很多金钱的收入，但是你学的专业也许是医生，也许是律师，你的父母呢很高兴你可以从事医生或者是律师这个行业了，结果最后你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是挣的金钱足够的多，但是你非常的疲倦，你非常的不开心。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摆脱任何周围的人给你的期待哦，或者是社会给你的洗脑。你要做的就是去进入到画画的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做自己热情的事情，
你可以让自己的衣食无忧，你可以让自己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自在哦。我们到地球来，我们是来体验这种生命的，我们是感受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而不是为了金钱而活。多挣一些金钱，你就会多出卖一些自己的时间，出卖一些自己的这种热情度。那么最终我们空手而来，我们也会空手而去，只不过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多挣一些金钱就吃的多一点，或者是穿的好一点，但并不代表着挣钱挣的少的他就没有穿的，不是吗？所以在这方面呢，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平衡，找到自我的和谐，自我喜欢的事情，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娱乐项目，都找到自己真正的喜欢，带着你的热情，带着你的冒险去追求你更要的一种生活状态的话呢，你就会保持很好的心情去迎接你的每一天的。另外呢，宇宙告诉你哦，可以去提高自己的能量工作，这包括冥想啦、瑜伽啦、慈善啦等等的，你在网上就可以搜一下如何提高自己的能量，有很多方式方法。那这些方式方法提高你的能量之后呢，你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运气，就会有更多的幸福，就会遇见更多美好的人想来跟你有情感上面的连接的。也希望呢，你可以多跟自己的家人，多跟自己的爱人有一些共同的聚会，有一些美好的交谈，更多的去牢固你自己的爱，给予身边的人支持跟理解吧，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就是家和万事兴哦，只要家庭和睦的话呢，那么你万事都会很开心很幸福的。最终宇宙告诉你，请你放轻松，不要急躁，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补充你的能量跟你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休息呢，对于我们保持身心灵健康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请你无论是保持充足的睡眠，还是说睡个午觉，还是说在休闲的时候去散步，还是说去练习正念哦，这些都是可以放松你的身心，补充你的能量的。总而言之，为了让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充实而快乐，你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利用个人的力量恢复你的平衡跟公平，找到更多的和谐跟节制，拥抱新的体验，培养家庭关系，并且让你分清轻重缓急，去做一些休息跟放松。这些呢，去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培养一种幸福感、满足感跟快乐感，这种感觉是可以渗透到你存在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所以亲爱的，不断提升你自己的能量，在你今生里面去享受丰富的爱情吧，不用过多的时间去追逐金钱物质哦，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童年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让你是开心的，那么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依然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呢，你就会足够的幸福。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子的去保护、去养育吧，相信你在地球会玩得愉快的。亲爱的，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